这破班是一天都不想上了。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打工人，打工魂，人上人，这不是网上流行的打工梗吗？古代人怎么可能会这个？小慧姐，你去哪儿啊？那墙外面是皇上。老乡，你这一声皇室。小园子，你们两个把这姑娘给朕扶下来，小心点，别摔着朕的老乡。大胆，见到陛下还不跪下！行了行了，都退远点。朕跟这位老乡这位洗衣小妹有话要说。坐，别紧张。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我一个21世纪的互联网打人工，穿成了洗衣妹也就算了，隔壁老乡居然穿成了皇帝，这运气差距也太大了吧？不过他可是皇帝啊，这不就是现成的金大腿吗？这波必须抱，大腿抱完了直接原地起飞。快别叫什么皇上，叫我耗子哥就行。耗子哥。老乡，坐那么远干嘛？坐近点，我又不会吃了你。过来坐。老乡，我和你说，我上辈子做牛马太拼了，连续加班熬夜晕倒了，一睁眼，嘿，成了皇帝，可把我高兴坏了。可现在我恨不得原地辞职。你这怕不是凡尔赛吧？都当皇帝了你还闲？你这属于中了穿越彩票头等奖好吧？你是不知道，我天天3点起床，5点早朝，全年无休，后宫还有40个嫔妃等着我应付。你说我容易吗我？耗子哥，你知足吧？你知道我每天要洗多少衣服吗？你看看这手，26岁的年纪，60岁的手，我每晚做梦都想要一台洗衣机。对了，老乡，你这是怎么穿越过来的？我啊，在下班路上刷着微博热搜，一辆大卡车冲过来，砰！再一睁眼就在换衣局搓衣服了。每天从鸡叫洗到鬼叫，24小时待命，没有加班费，没有五险一金，连个双休都没有。别人穿越不是千金小姐就是侯门嫡女，我穿越就成了底层打工妹。还有那个管事太监赵德安，整天想潜规则我，我不从他，他就各种小鞋给我穿。潜规则？还有这种事？潜规则？还有这种事？耗子哥，亲哥，你帮我调个岗位吧，求求你了，我什么都能干，你让我去御书房给你端茶倒水都行，只要别再让我洗衣服了。行，这点小事儿包在哥身上。耗子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大哥，你的大腿我抱定了，以后你指哪儿我打哪儿。金大腿抱稳了。朝中有人好办事，古人诚不起我，这就是有人撑腰的感觉吗？爱了。起来起来，注意影响。对了，老乡，你想吃烤串吗？要不晚上约一波？古代也有烤串？有朕在的地方哪能没有呢？烤串可是朕的最爱。太棒了，我都馋死了！自从穿越过来就再也没吃过了。美酒配烧烤，那可是绝配。耗子哥，你懂的。懂，朕保证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耗子哥，你可太棒了，给你点赞。小园子，去给这位姑娘整几套漂亮衣服。奴才这就去办。哇，这金大腿抱的可真爽，爽！老乡，朕先去忙了，晚上不见不散哦。好嘞，不见不散。耗子哥，这衣服真好看，谢耗子哥赏赐。都是老乡，甭客气。来，快过来撸串。就是这个味儿，我穿过来这么久，做梦都在想这个味儿。耗子哥，你这个主意太绝了，深夜烧烤配月光，妥妥的治愈局啊！你是不知道，
我半夜去摇醒御厨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像是见了鬼。陛下，您半夜不睡觉，要吃烤串儿？御厨内心 OSP， 我当了30年御厨，第一次半夜被叫起来烤串儿，这届皇帝太难带了。来，敬议式打工老乡。敬议式打工老乡。说真的，我好久没这么放松过。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皇帝，没有人真正跟我聊天。我也时常觉得孤单，旁人聊宫廷琐事，我脑子里全是现代外卖、短视频、周末双休。在这里全年无休，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我无时无刻不想回到现代。对了，耗子哥，你有没有探寻过回到现代的方法？我私下打探过不少方式，却没有可靠办法。你找过吗？找过啊，刚穿来的时候又是跳湖又是尝试极端方式，可是一点用没有，每次都弄得伤痕累累，还回不去。后来想通了，既穿之则安之，就当换了个工作环境吧。不过说真的，耗子哥，你考虑过找个助理吗？你一天日理万机，人家总裁还有总助呢。你以为我不想？我习惯用阿拉伯数字和简体字，有时候还写英文缩写。培养一个能看得懂这些的人才，简直比登天还难。Wait a minute， 我不就是现成的人才吗？对啊，明天来上班，朝9晚5，周末双休，包吃包住，年薪1000两白银。成交！offer 到手！于是我林小慧正式从洗衣工转职为大招朝皇帝御用总助兼首席翻译官，简称御前女官。小慧姐，陛下真把你调去御书房了，我舍不得你。放心，等我站稳脚跟，第一个把你也捞出去，好姐妹就要一起飞。哟哟哟，收拾包袱呢？去哪儿啊？浣衣局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我要去御书房了，皇上亲自调的。怎么，赵管事有意见？御书房？凭你！一个浣衣局的粗使丫头，大字不识几个，去御书房能干什么？给陛下洗笔吗？我看你是痴心妄想。我劝你还是乖乖做我的对池宫女，跟着咱家，比巴结皇帝有前途。好家伙，对池宫女，这不就是仗着职务之便搞潜规则吗？搁我们公司，这种人早就被开除了。这要是有个职场举报热线，我第一个实名举报他。不过现在嘛，嘿嘿，我背后可是有人的。赵管事，你说比巴结皇帝有前途是吧？那当然，陛下日理万机，哪有空搭理你这个小小的洗衣宫女？咱家在这浣衣局可是说一不二。谁说比巴结皇帝有前途？谁说比巴结皇帝有前途？皇上，奴才参见皇上。奴才刚才是在开玩笑，开玩笑。这大概就是有后台的感觉吧？也太爽了吧！来，家人们都来看戏。浩哥，我要举报。第一条，他长期以权谋私骚扰宫女，妥妥的职场性骚扰。第二条，他欺男霸女，仗势欺人，浣衣局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第三条，我的原身就是他逼得跳湖的。3条罪状，请陛下秉公处理。赵德安，奴才在。你滥用职权，欺压宫人，数罪并罚，革去管事之职，杖责20，发配皇陵做苦役，永不复用。皇上开恩啊！奴才再也不敢了。林姑娘替奴才求情。赵管事，一路走好，要在皇陵好好改造哦，重新好好做人。小慧姐，
你也太厉害了吧！不是我厉害，是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老板给力，打工人扬眉吐气。怎么哭了？不是哭，是感动。看到这些文字，我激动的想哭。虽然都是繁体字，但好歹不用碰凉水了。我的手终于可以养回来了。我林小慧，前浣衣局洗衣鱼女，今日起正式弃医从文，升任御前首席助理。办公环境皇宫级写字楼，福利待遇包吃包住包保姆。这波跳槽直接跳了8个世纪。整理材料是我的老本行，不就是整理文件、分类温度、做好摘要吗？这活我在现代干了4年，闭着眼睛都能干。唯一的难度是，这些大臣写的字也太丑了吧！这写的是请拨银两修筑河堤，怎么看着像请拔银两修路可堤？这鬼画符谁看得懂啊？习惯就好，我刚来的时候也是看天书。耗子哥，你说这些大臣考科举的时候，字不都写得挺好的吗？怎么到了奏折上就……可能觉得写的工整，耽误他们回家吃饭吧。你们听说了吗？皇上看上了一个浣衣局的宫女。真的假的？那种地方还能出头？怕不是个狐妹子吧？那还有假？陛下都把人调到跟前伺候去了，听说还专门给他在御书房摆了一张桌子，那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皇上？他们在说我？我靠，这谣言传的也太离谱了吧！我明明是凭本事吃饭的正经打工人，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户。哼！站住！这位娘娘有何贵干？你就是林小慧？是我，请问怎么称呼？瞎了你的眼！这是丽嫔娘娘。听说陛下近来连后宫都不进了，整天窝在御书房，本宫还以为藏了什么天仙呢，原来就是个脸色蜡黄、双手粗糙的洗衣婢呀。人，这是后宫嫔妃，惹不起。深呼吸，默念3遍打工人的修养。不过这位大姐，你的宫斗剧本太老了，这个套路我在电视上看过800遍了。奴婢能有今日，全靠皇上恩典。娘娘若是无事，奴婢便先去回奏了。你一个奴婢也配教本宫做事？娘娘息怒，我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了。你给本宫等着！完蛋，第1天上班就得罪人了。这后宫的生存难度比浣衣局高多了。一个浣衣局的低贱奴婢，也配在御书房进进出出？不要脸的贱蹄子，凭你也配觊觎皇上？今日你就跪在这里好好反省。这位娘娘，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啊。像你这样跋扈的妃子，在电视剧里一般都是炮灰，活不过3集的那种。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懂。而且我有喜欢的人，我对你的皇帝没那方面的意思，你放心好了。大胆！我去，他还真打啊！这女人手劲也太大了，上辈子是练铁砂掌的吧？等。皇上驾到！娘娘落水了！这一幕好眼熟啊！这不就是宫斗剧里的经典剧情吗？快来人啊！娘娘落水了！娘娘，不要推我们娘娘！不要推我们娘娘！我去，我碰都没碰她啊！陛下，臣妾不过是找他说几句话，问他陛下近日安好，他却说臣妾不配过问陛下的事，还推了臣妾下水，这些奴才都亲眼看到了。奴婢作证，就是他推的娘娘。那个，我可以解释吗？
你不必解释了。来人，把丽嫔送回寝宫，禁足半年。陛下，臣妾是被人推下水的，是他在害臣妾，你是不是看错了？你的方向感可能不太好，朕是从东边来，刚好看到你拉着他的手按在自己身上，然后你自己往后退，朕的视力非常好。丽嫔柳如回，禁足冷宫3个月，罚抄女戒100遍，下次再犯，降位。拜拜，早说了你是炮灰。他打你了？没事儿，就当体验古代职场霸凌了。以后不会了，我保证。说实话，这一刻我心里还是有点感动的。虽然这家伙平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但关键时刻还挺靠谱。怎么了？满脸不高兴。你知道外面在传什么吗？传什么？说我是红颜祸水，说我是祸国妖女。你看看我这长相，我这气质，怎么看都是勤勤恳恳打工人，好吗？哪里像妖女了？确实不像。你在笑？没有，绝对没有。最离谱的是，浣衣局现在居然成了热门岗位，一堆宫女抢着申请调过去，说是那个地方能出贵人。这些人脑子进水了吧？你还笑？你去后宫澄清一下，说我就是你的助理，不是那种关系。唉，这个嘛，其实我不太想去后宫澄清，因为算了，还是先糊弄过去吧。你知道我每天几点起床吗？凌晨3、4点就要准备上朝，哪有精力应付后宫那些女人？你知道后宫有多少女人嗷嗷待哺吗？至少40、50，我一个月马不停蹄也过不了一遍。所以你就把他们晾一边了？不然呢？而且他们花钱还挺厉害，后宫这块脂粉、宫女的费用够养一支1000人军队了。对了，我想到个办法缩减开支。什么办法？对了，我想到个办法缩减开支。什么办法？你看啊，军队找我要钱，工部找我要钱，后宫也找我要钱，要不我把后宫的编制裁了？裁了？怎么裁？打入冷宫呗，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耗子哥，你是魔鬼吧？也是，他们背后都有朝堂势力，暂时还需要他们来平衡政局。算了算了，当我没说过。不过你说到钱，我倒是想到一个赚钱的好点子。说来听听。民间对宫妃用过的东西趋之若鹜，什么太后用过的梳子，娘娘用过的帕子，外头那些太太小姐抢着买。咱们找人私底下做这笔生意，这叫盘活闲置资产。好主意，你来干。啊！我这张破嘴，没事提什么建议啊？又给自己揽活了。我给你5个点的提成，干不干？其实吧，来了这么久，我还是积累了一点人脉的。7个点，少了不干。你就算找别人，别人也会拿回扣。我不一样，我遵纪守法，爱岗应业。行行行，7个就7个，一样吉利。于是，我临剿会正式兼任大周黄州内务府闲置资产运营部总监。说人话就是宫廷高奢代购。这真的是太后娘娘用过的御书，千真万确，太后娘娘亲笔题了佛经的那把，您闻闻，还有檀香味呢。这宝物我要了，开个价。此乃孤品，纹银5000两。爽快，成交。这就是太后娘娘用过的洗脸盆。正是，您看盆底的暗纹，
内务府专属龙凤纹样，民间绝无仅有。太后的美颜秘方配上这个盆，脸越洗越年轻，童叟无欺。100两，我要了，谁都别跟我抢！天哪，这是萧妃娘娘用过的梳子，难怪她那一头青丝乌黑发亮。这把梳子是限量款，仅此一把。萧妃娘娘用了3年，梳子上自带淡雅油香。今天的感恩回馈价只要200两。我买，我买！太后的旧梳子200两，萧妃的旧手帕150两。最好卖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是陛下日常穿的龙裤，纯手工苏绣，顶级丝绸面料，现役款，不是旧款，仅有3条，懂的都懂，机会千载难逢。1000两，3条全包了！1200两，给我留1条！1500两，我全要！我从来没有想过，男人的裤衩能卖出1500两。果然，消费力最强的永远是女性市场。这个财富密码我算是摸到了。什么叫闲置经济？这就是林姑娘，你就是活菩萨呀！什么时候有下一批货，一定要先通知我。一定，下次上新提前给您发预告。于是我在宫外的名号成了活菩萨。不是，这什么鬼称号？我倒卖2手货还成菩萨了？不过数钞的时候确实挺快乐了。今天又成交了3单，这个月绩效妥妥的。这儿，小友请留步。干嘛？我没钱也不算命。干嘛？我没钱也不算命。奇哉怪也，明是阳寿已尽的早夭之相，怎的还活生生站在眼前？原神早就头骨死了，我占了他的身子，他是不是看出来了？会不会要揭穿我？你才早夭，你全家都早夭。有趣，实在有趣。那个老道士说的每句话都让我心里发毛。他能看出我的面相有问题，会不会也看出耗子哥的？会不会把我们俩当妖孽给收了？不行，我得赶紧把这事告诉耗子哥。太后娘娘口谕，宣林小慧即刻觐见。大半夜传召，这是什么奇怪癖好？完了，我怎么有种非常不祥的预感？我已经跪了差不多1个时辰了，不过我也没闲着，一直在观察太后的佛珠。那串佛珠用的是南海珍珠，颗颗圆润饱满，要是拿出去卖，少说值500两。下次问问太后有没有废弃的。瞧着就是个不安分的，眼珠子滴溜溜转，在想什么呢？在想您那串佛珠能不能卖？不是。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你勾引的皇帝？我真的没有勾引陛下，我只是替陛下做事，就像朝堂上的大臣一样。那倒卖后宫器物也是皇帝吩咐的？这锅我可不敢背，还是把锅甩给皇上呢。正是，太后英明，全是陛下吩咐的，我哪敢自作主张啊！来人，给我杖责这个谎话连篇的贱婢！来人，给我杖责这个谎话连篇的贱婢！等等，我说的是真话呀，太后！完了！早知道不卖队友了。疼！真他妈的疼！你有2错，其一，触犯宫廷禁令，盗卖宫中之物；其二，妖言蛊惑皇帝。哀家的皇儿龙章凤姿，文武双全，什么样的名门闺秀配不上？偏偏被你这么一个低贱的婢女迷了心窍。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蛊惑陛下。再说，又不是我追他。你什么意思？难道还是皇帝追你不成？打，继续打！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脑补啊！耗子哥，你在哪儿啊？你的手机终于要被你妈打死了！得算工伤，必须得算工伤，还要算带薪休假。皇上驾到！住手！谁再动他一下，朕摘了他的脑袋！母后，林女官是儿臣的人，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儿臣授意的。母后若要罚，罚儿臣便是。你滚！都给哀家滚出去！你还好吧？整整巴掌啊！我从小到大，我爸妈都没这么打过我。你轻点儿。你还笑？我爸妈从小到大都没这么打过我。必须算工伤，必须带薪休假，这是员工的基本权益。好，好，好，是工伤，我批了。带薪休假，天数你定，行了吧？3周。3周？你这上3天就能下床？哎呀，好疼好疼！刚才说话又扯到伤了，我觉得可能需要4周。行行行，2周，最多2周。宫里奏折堆成山了，你不回来我要累死。成交，2周带薪休假，外加每天有人送饭，每天有人给我换药，还有什么？一次性说完。等我好了，再搞一次深夜烧烤。就这个？就这个。上次烤串太好吃了，我没吃够，而且耗子哥你烤肉的手艺，御厨都比不上。行，等你好了，想吃多少烤多少。工伤获批之后，我这日子过得简直飞起。虽然我没有残废，但我把自己活得像个残废啊！女官大人，小心烫。手有点酸，帮我按。这个力度可以吗？还行。陛下，林女官她让宫女给她念话本，还要一边吃葡萄一边听。随她去。还有，林女官说洗澡水必须正好40度，水面上要铺满玫瑰花瓣。再随她去。还有，她刚才在御花园里和侍卫比赛踢毽子，引起了围观。只要没骚扰朝中大臣，都随他。告诉侍卫们，陪他玩的时候注意分寸。奴才遵旨。古代的月亮真的好大好亮啊，比现在看起来美多了。尝尝尝尝，御膳房新研制的5人馅的。5人的？不要。放心，不是黑暗料理，我给他们改良了配方，火腿杏仁馅的。好吃，比我以前吃的所有月饼都好吃。耗子哥，我想家了，我们一起找回去的方法吧。你是皇帝，能量比我大，也许你能找到办法，好不好？好。他说了好，但我总觉得他并不想回去。自从那晚之后，耗子哥再也没有提过回家这件事，一个字都没有。我得试探下，他到底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已经交了6年社保了，再交9年就能退休领养老金了，想想还挺可惜的。
我已经教了8年。哇，那你岂不是更可惜？还有7年你就退休了，你难道不想回去吗？现在的生活，你觉得不好吗？我没说不好啊。在这里，你衣来伸手，饭来伤口，你有我给你撑腰，整个皇宫连太后都不敢再动你。你真的那么想回去？说实话，在这里的生活确实不差，工作轻松，待遇优厚，还有个皇帝老相罩着我。但是那些后宫群妃虽然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但我哪敢跟他们交心，一不小心怎么被玩死的都不知道。可是我好无聊啊。行了，别愁眉苦脸的。明天我给你安排点好玩的。什么好玩的？保密。哀家听闻你道法高深，哀家想请你帮个忙。太后请讲。皇帝身边有个叫林小慧的宫女，此女来历不明，言行怪异，哀家怀疑她乃妖邪附体，国师能否帮哀家查明此事？贫道尽力而为。我跟你说，这个是竹炭清洁面膜，能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吸出来。待会儿我再给你敷个补水保湿的，保证你皮肤水嫩光滑，比后宫那些娘娘还好看。你的桂花酸奶好吃吗？我想尝尝。这是我的，你吃你自己的蜂蜜蛋糕。小气。尝一口，就一口。奉太后之命，搜查宫中妖邪。啊！鬼！有鬼！跑！不是，他误会什么了？这是面膜啊！竹炭面膜，两个敷着黑面膜的人被当成鬼了，我人笑没了。这大概是我穿越以来最开心的一天，比上朝有意思多了。我也是，虽然是场乌龙，但跟你一起笑的感觉真的很好。果然不出耗子哥所料，宫里的传言比病毒传播的还快。一开始还只是说林女关公白日见鬼，到了傍晚已经演变成听说那小鬼青面獠牙，专吃人心肝，每到半夜就出来作祟。这大中午的太阳，地砖都能煎鸡蛋了。道长今天怎么选了53克？53克，阳气最盛，百邪不侵。上次贫道大意了，黄昏时分阴气渐起，才会被那黑面妖物所惊。今日正午，烈日当头，妖邪必定无所遁形。绝对不是因为害怕，绝对不是。太后，道长，你们这是又来搜宫？母后，大中午的，您带着道长来这儿，是有什么事？皇帝怎么在这里？用午膳，御书房太热，小慧这里通风好。国师，你不是说53克妖邪无所遁形吗？你就给哀家好好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妖邪。姑娘，把手伸出来，让贫道把个脉。行，随便看。但是上次你拔腿就跑，还撞到我门控的事儿，你是不是该先道个歉？怪哉，明明是早夭之相，脉象却生机勃勃，当真是怪哉。太后，林姑娘脉象平和，并非妖邪。
陛下也是早夭之相。来人！母后不必动气，该来的躲不掉。传太医，快传太医！姑娘，你与陛下都非此间之人。有朕在，不必害怕。贫道今夜卜了一卦，卦象显示有贵客登门，陛下果然来了。你既然能算出朕要来，那你再算一算，朕来问什么？陛下想问回家的路。你果然知道。沈子浩这个大骗子，嘴上说着不信这些，居然偷偷跑来问天牢的道士，口是心非，太过分了！贫道昨夜推演天机，得出一个答案：二位来自异世，魂魄对此间肉身相融，实乃天意。回去的方法或可一试。什么方法？你倒是说啊，到底是什么方法？你最好把今天所见所闻都烂在肚子里，否则朕不介让这世上再无玄冥道人。好。他不让道长说出回去的方法。他是皇帝，他当然不想走。但我呢？我想不想走是我的事，他凭什么替我做决定？耗子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小慧。傻站着干嘛？过来许愿。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上次烧烤夜你自己说的，夏天生日。我翻了翻宫里的老黄历，拿农历和公历对了半天。生辰快乐。没有奶油，让御厨拿牛乳和酱蒸凑合着做的。你尝尝，能吃就行。穿越前每个生日都是一个人过的，最多同事群发一条生日快乐，然后继续加班到深夜。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再也没人给我唱过生日歌。这个蛋糕虽然丑得惊天地，但这辈子没见过比它更漂亮的蛋糕。蛋糕也太丑了吧，耗子哥！你看这个乐字一竖的歪到隔壁了。是让御厨按我写的字描上去的，你别嫌弃。你要是嫌丑，我让人重新做10个，你挑最不丑的那个。不用重做，好吃，比公司楼下面包店好吃10000倍。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以后每年今天都给你做，比今年这个好，好不好？刚才他哭的时候，胸口猛地疼了一下，不是物理层面的疼，是一种想把全世界所有生日蛋糕都堆到他面前，让他再也不用一个人过生日的那种冲动。完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老板关心员工了。有话就说，你研墨的声音都快赶上打鼓了。耗子哥，我问件事儿，那天在天牢里，玄冥道长说有办法回去，你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你偷听了？他说或可一试，你直接让他闭嘴。耗子哥，你是不是不想回去？回去干嘛？这边当皇帝挺好，有人伺候，有吃有喝，全天下我最大。回去接着996，每天挤地铁，被甲方气，我又不傻。不对劲，他回答的太快了，而且全程没看我的眼睛，这人在忽悠我，绝对有问题。那你为什么不让道长把方法说出来？就算你不想回，让我听听又不会少块肉。因为他是骗子，那些所谓的高人方式，10个有9个是忽悠。万一他说的方法让你丢了命呢？我不敢冒这个险。
再说了，你要是有办法回去，说不定哪天脑子一热就跑路了。我这奏折谁帮我批？好不容易招的助理，我可不想重新招人。所以你是为了工作？当然是为了工作，不然你以为是什么？算了，问不出真话。这家伙嘴太严了。不过他说不敢冒险的时候，眼神确实不像在演戏。算了，不问了。无聊死了！又怎么了？耗子哥，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在这边有多无聊？在那边好歹有手机刷短视频，有微博看八卦，有剧追，周末还能约朋友逛街吃火锅。这边呢，每天看奏折、吃茶点、看话本，循环播放，单曲循环。我连个能聊天的同龄人都没有，没有手机，没有租机，没有网络，没有综艺，没有朋友圈，没有八卦，没有闺蜜，连个能跟我聊聊当下的热门话题的人都没有。就你一个，还是个闷葫芦。我可以陪你聊天。你的聊天内容是什么？今日御史大夫弹劾户部，边关军饷缺了3万两，南方水患需拨银50万两，这叫聊天吗？这叫早朝。我好惨，26岁，没有对象，没有朋友，没有手机，每天跟一个工作狂对坐，手边是一堆几百年前的奏折，这就是我的穿越生活，比坐牢还无聊。那你想怎么办？帮我找对象，帮我找对象。什么？你想啊，没手机没网络，但有男人啊，找个帅哥谈个恋爱，不比刷短视频有意思。而且你想想，你是皇帝，大周朝最优质的人才库全在你手上，这个资源不用白不用。行，帮你找。身为老板，员工个人问题也算福利范围。他让我帮他找对象，他说帅就完事儿了。他刚才说自己好无聊，然后他的解决方案不是多跟我聊天，而是找别的男人。行，很好，名单是吧？明天给你，一定给你。第一位，霍云峥，边关小将军，19岁，骑射一流，战功赫赫。小将军，鲜衣怒马，就是他了！小将军，鲜衣怒马，就是他了！不过他这次回京述职，身边带着一个姑娘，据说一路同行，同吃同住，好事将近。自带女友来相亲，拒绝。下一个。第二位，裴文清，新科状元，27岁，寒门出身，才华横溢。状元郎，靠自己的男人最有魅力。不过他有一老母，出了名的挑剔，婚事全听他娘做主。据说不满意会拿扫帚赶人，你得先过目他老母亲。妈宝男，坚决不能要！我一个太后都应付不来，再加一个直接躺平。下一个。第三位，顾长西，京城世家公子，家世显赫。这个又有什么附加条款？后院有一贴身侍女，是他的心头好。娶正妻为巩固门阀，最宠的不一定是正妻。古代3妻4妾很正常，不过你能接受未来夫君每晚去侍妾房里？不能过。下一个。这个呢？天哪，这男人也太帅了吧！这完全就是在我的审美上反复横跳。这人江湖人称黑影，武功极高，没有弱点。但我劝你不要考虑他，想要他命的不下10个。就他了。什么？你很有可能嫁过去就当寡妇？帅就完事儿了，其他的再说。我看你是真的只看脸，难道你没男人就活不下去了？老娘长这么大一次恋爱没谈过，看个脸怎么了？看脸犯法吗？26岁，一次恋爱没谈过，一次都没有。笑什么笑？不许笑！打工人996甚至007哪有空谈恋爱？大龄单身吃你家大米了。其实我也是。你说什么？你也没谈过？你有后宫佳丽几10个，你说你没谈过恋爱？那些都是原生的妃嫔，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收入后宫的。
之前在现代，家里人老逼我相亲，不过我就是去走个过场，一个没谈过。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些条件，霍云哲心里有别人。裴文清他娘是 boss 级副本，顾长熙后院人太多，黑影随时让你当寡妇，全都不合格。那你说谁合格？我觉得我不比他们差。第一，身高1.8米出头，符合。第二，腹肌确实有，可验证。第三，职业是皇帝，不会让你当寡妇。第四，家庭关系，太后有点难相处，但只有一个。综合评分，我应该是目前候选人池里条件最优的。你这是在表白还是在竞标？是不是还要给我出报价方案？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标书我已经投到了，审不审是你的事。我突然身体有点不舒服，今天请假条，明天补给你。又跑了，不过这次至少把标书递出去了，慢慢来。反正在这个世界里，他还得依赖我，他跑不远的。走，奏折分好了，在你桌上。早，知道了。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我失眠一整夜，他精神抖擞，这不科学。我失眠一整夜，他精神抖擞，这不科学。昨晚睡得好吗 ？P.S. 今天御史大夫来汇报，语速约为树懒的1/3。桌下藏了新道龙井，请问我昨日投的爱情表彰如何？睡得还行，失眠了但不会告诉你。你的标书已进入技术评审，请3个工作日内补充：一、个人简历，感情经历如实申报；二、体检报告，腹肌需第三方验证；三、无不良嗜好成命书，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竞标资格。陛下中邪了，从没见过他对着奏折笑成这样，他又把变数存袖子里了。不止，林姑娘进来时耳朵是红的，两人全程没对视，但都在偷看。咱家什么都不知道，咱家只是个端茶的。高公公，你跟哀家说实话，皇帝对那个林小慧到底是什么心思？老奴不敢妄自揣测圣意，只是依老奴这段时间所见，陛下对林姑娘怕是动了真心。陛下看她的眼神跟看别人完全不同。林姑娘说话，陛下句句都接，从不敷衍。林姑娘写的便条，陛下反复看好几遍。林姑娘爱吃的点心，玉天天温着，陛下亲自吩咐的。最重要的是，陛下会笑了。罢了，哀家不管了。他除了来历不明，并未作恶害人。皇儿留在他身边，确实比以前更像个活生生的人。随他去吧，哀家不操这个心了。反正操了也没用。还挺有自知之明。这才叫人生，凉风、溪水、山景，比空调屋舒服10000倍。你要是喜欢，以后每年都来。以前我来行宫只是换个地方批奏章，今年多了个人，忽然觉得行宫还挺有意思。今年是我们，那明年呢？你这个岗位没有试用期，没有离职流程，干到你不想干的那天。耗子哥，快看，螃蟹，好大一只！小园子，带人下溪搬螃蟹，多搬点，晚上烧烤。陛下，搬多少？搬到林姑娘说够了为止。小园子，你被夹了。以前从不觉得夏天有什么值得期待，不过今年有西瓜，有烤螃蟹，有他陪着，感觉一切都很舒适，很开心。炸了炸了！今年行宫避暑，陛下只带了1个人。哼，还能有谁？调到御书房的那个洗衣宫女呗。那我们算什么？
以前每年夏天，陛下都会带我们一起去行宫避暑，今年怎么就带林小慧一个人？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狐媚手段，连95之尊的皇帝都对他言听计从。咱们姐妹啊，连陛下的面儿跟都见不着，真是气死人了。唉，那里，那块石头下面肯定有。抓到了，女官大人。你小心点儿，石头滑。我知道，我又不是小孩子。英雄救美，这桥段也太老套了吧！老套，也就你皮糙肉厚才敢这么说。你再说一遍。天生丽质，行了吧？你怎么不穿好衣服？你怎么在这儿？这里是温泉，你让我穿朝服泡。不要想那些不该想的，但是那个肌肉线条，天脑爹妈天哪！桂花冰酥糕，给你留了2碗。不好吃，很冰。林小慧，你给我清醒一点。对了，你上次说体检报告需经第三方验证，你提这个干嘛？第三方不好找，不如现在你自己验。第三方不好找，不如现在你自己验。不是现在，审核流程还没走完，竞标还没开票，你这是违规提前交付。行，等你审批流程走完，不急，来日方长嘛。听说你把废弃器物卖出好价钱，哀家那个旧铜盆卖了100两。回太后，是的，那个铜盆底部有内务补标记，属于宫廷限定品类。那你再估个价，假如哀家亲手抄一部佛经，你能卖出什么价？保守估计200两起步，加上太后亲笔加持，至少500两。如果废业盖个太后私印，可以卖到800两。你赚的钱都充了国库，自己就没想过留点攒份嫁妆？我拿的是俸禄，提成是奖金，利润归朝廷，自己留的够花就行。再说了，我吃住全在宫里，花钱的地方真不多，就是缺个对象。你倒是不贪，跟那些削尖了脑袋想攀附皇家的确实不太一样。行了，退下吧。太后没为难你吧？没，不但没为难，还问我能把她手抄佛经卖多少银子。太后这商业嗅觉我甘拜下风。然后他又问我为什么不攒嫁妆，我说我缺的不是钱，是对象。太后看我那神当场就变了，从妖女升级成了老实人。你跟太后说你缺对象？对啊，我说的是事实嘛。小慧，我问你个事儿。是吗？之前在那边，你一次恋爱都没谈过，不是说相过亲吗？一个都没看上，还是说心里早就有人了？相亲嘛，相是相过几个，大家都像明码标价的菜，怪没意思的。至于心里有没有人，小学的时候确实喜欢过一个男生，不过都是小时候的事了，不算数。这么说起来，你跟我经历还挺像的。读书时认真读书，工作了一门心思工作，没时间谈恋爱，也没兴趣相亲。我妈天天逼我去相亲，我本来出事那天是打算去相亲走个过场的，偷偷告诉你，那人是我小学同学，还给我写过情书呢。对了，你喜欢的那个男生是什么样的？你问这么细干嘛？都说不算数了。就是长得白白净净的，成绩特别好，小年纪就是跆拳道黑带，在一群打游戏的男孩里显得特别不一样。
后来他跳了级，再后来听说他去了投行，成为全校少女记忆里惊才艳艺的一笔。然后我给他写了封情书，结果呢，他退回来了，还写了评语，作文水平有待提高，建议多看课外书。你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等等，小学成绩好，跆拳道黑带，退情书，写评比，这不就是我吗？难道他就是张嘉林？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你问名字干嘛？他是不是姓沈？你怎么知道他姓沈？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你是不是叫张嘉林？你为什么知道？穿越之后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耗子哥，你不会叫沈子浩吧？你就是退我情书的那个小唐僧？不对，这不重要。刚才你说你去相亲是走过场？是啊，我那时候对相亲完全没兴趣，每次都是走个过场应付家里人。这次听说对方是小学同学，我也没多想，就打算去走个过场。走过场？你说走过场？你知不知道我为了那次相亲做了多少准备？什么？我专门去商场买了新裙子，挑了2个小时。我人生第一次去做了头发，坐在理发店被烫了1个下午。我对着镜子化了1个小时的妆，化了擦，擦了化，反复了4遍，我连指甲都修了。然后你说你只是打算走过场？不是，我不知道是你，我不知道张嘉林就是你，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我为了那个相亲准备了1整天，你连去都只是打算走过场。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赶到约定的咖啡店被车撞了，醒来之后就成了浣衣局的洗衣玉女，害我受尽折磨。沈子浩，你这个大混蛋！桥上谁是美人归？没了心，如海相陪。小慧，你开开门，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说走过场那3个字。但是你先出来，听我解释一句，就一句，好不好？不好，我不想听。你知道我为了那次相亲有多期待吗？我连见面要说的第1句话都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结果你却说走过场，这3个字比我之前被你退了情书还让我难受。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嘴笨，我承认，从小到大我只会工作，数字和报表我闭着眼睛都能算，但跟人说话，尤其是跟你，我总是说错。退情书写评语是我不对，说走过场更是我不对。沈子浩，你真是个笨蛋，他就在门后面，你连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你在烧堂上面对满朝文武从不紧张，为什么对着这扇门你就慌成这样？小慧，你听我说，以前在那边的时候，我的世界只有工作，我觉得谈恋爱浪费时间，相亲是完成任务，结婚是人生 KPI， 所以我从来没认真过。直到遇到了你，你骑在墙头喊我老乡那天，头发乱得像鸡窝，袖子扯歪了一半，声音劈叉了还在喊。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原来被一个人认出是同类，是这么高兴的事。后来你帮我批奏折，跟我吃烧烤，敷面膜把道长吓跑了，挨了板子还惦记着算工伤，半夜爬起来偷吃冰酥露。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朝政和奏折，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吵吵闹闹的人。我上次说我不比他们差，那个不是开玩笑的，虽然说的像竞标，我是真心这么想的，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那次投标式的表白不够浪漫，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是作为老板，也不是作为皇帝，就是沈子浩这个人。我想让你做我女朋友，想和你每天一起批奏折，想半夜被你拉着烤烧烤，
想看你每年过生日吃蛋糕的样子，想在行宫的溪水里跟你一起抓螃蟹，想陪在你身边很久就很久。你别哭啊！我说错了什么吗？我再也不说了。你出来好不好？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批你3个月带薪假，不对，批你1辈子带薪假，不批奏折了，我陪你出宫玩。你想去哪里？傻子，批什么1辈子带薪假？所以你不生气了？气，当然气。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大概可以抵消80%，剩下20%，看你以后的表现。好，看表现，一定好好表现。你刚才急成那个样子，满头大汗，说话都结巴了。全场最佳名场面已存档，能删档吗？不能，永久保存，不定期回放。走，奏折分好了，在你桌上。走。今天可以不加班，想吃什么让御厨准备。不是老板耗子哥，是你男朋友沈子浩。今天菜单烧烤，要御厨最拿手的烤羊排，不准偷工减料。不是助林小慧，是你女朋友张嘉琳。陛下又把变兽从袖子里了，今天已经是第4张了。他那个袖子到底能装多少张？你别管，反正林姑娘写的东西，陛下全都收着。我上次去整理寝殿，看见她枕头底下有个檀木盒子，里面全是林姑娘写的便签。原来谈恋爱是这样的，不用特别做什么，光是跟他在一个房间里各干各的，偶尔抬头对上一眼，就已经很甜了。完了完了，我好像要变成恋爱脑了啊！就是这个味道。上次吃烧烤的时候，你还是我老板，现在你是我男朋友，这地位飞跃也太大了吧？那时候你还叫我耗子哥，现在还是叫我耗子哥，好像没变化。谁说没变化？以前吃烧烤是我求着你，现在是你主动喊御厨起来烧炭，这就是地位提升，职场晋升。对了，还记得第一次烧烤，你在我袖子上擦眼泪？那么丢人的事别拿出来说。那时候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终于有人跟我一样了。现在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终于有个家了。敬义士打工老乡，也敬我的男朋友，敬我的女朋友，也敬我们的家。从打工老乡到我们的家，这个进展也太甜了吧！果然，和喜欢的人一起吃烧烤是世界第一治愈的事。沈子浩，我问你一件事，必须老实回答。什么事？坦白交代，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动这些歪心思的？从你翻墙头那天。什么？你趴在墙头上，头发散了，袖子也扯歪了。喊老乡的时候，声音都劈叉了。我就在想，这个人以后一定会让我的日子变得很热闹。你犯规！以后工作时间不准突然说这种话。好，不说，咱们继续工作。路过御花园摘的，送给你，男朋友沈子浩。浩子哥，这是你送我的花。御花园新开的，顺手摘的。浩子哥，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不是顺手，专门去摘的。小园子说女孩子喜欢花，我问了3种花的名字，她全说错了，最后我自己去挑的。你知道你摘的是什么花吗？
不知道，好看就摘了。这是太后最爱的墨兰，全御花园就3株，你摘了1株的1/3。太后会发现的。那你自己去跟太后解释。要不说是你摘的？沈子浩，你甩锅给我！逗你呢，我让御花园新种了10株，太后那边早打过招呼了。这株是专门给你的。上次你说这边没有花店，以后御花园里有一块地是你的，想种什么花自己选。没有花店就自己种一块花田，这个男人的浪漫方式也太硬核了吧！但我为什么有点想哭？完了完了，我被拿捏了。我跟你讲，我们这样属于办公室恋情，是有风险的。第一，容易影响工作效率；第二，容易被同事说闲话。整个朝廷都是我开的，谁敢说闲话？你大庭广众的，注意影响。你是皇帝，你觉得他们还敢说什么？现在我们俩的关系，全天下估计都知道了。所以我的名声已经从红颜祸水升级为妖妃误国了吗？应该还没到那个程度，毕竟我还在上朝。说真的，我从没想过我的初恋会是这样开始的。在另一个世界，和一个小学同学，他是皇帝，我是他的总助。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一起吃下午茶，一起吐槽那些写得很丑的奏折。这剧情比办公室恋爱还刺激100倍。听说你跟皇帝在一起了？太后，那个我们行了行了，哀家又不是瞎子，高公公都告诉我了，皇帝最近早朝前哼小调，批奏折时对着便废发呆，一个人吃饭时还在笑。以前一年到头脸上没个笑模样，现在倒好，天天跟捡了钱似的。你怕哀家反对？怕。以前是反对的，觉得一个洗衣女配不上皇帝。但是这段时间看下来，皇儿在你身边确实变了很多。你是个好孩子，实诚不贪，还有点小聪明。皇帝选了你是他的眼光，以后不用怕来慈宁宫，这杯茶随时可以来喝。谢太后，我一定好好对他。小慧姐，你怎么哭了？没有，太后说以后我可以随时来慈宁宫喝茶。翠儿，太后她接受我了。先生，请留步。林姑娘不只是为送行吧？先生在天牢里说的，回家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姑娘当真想知道？即便那方法九死一生，且一旦离去，便再也回不来。我想知道，但不代表我会走。你在那边尚存一线生机，若真有那一天，回到最初的来处，以拼死之念引渡神魂，或许可以归去。但一旦走了，便再也回不来。而那位，他在那边肉身已灭，只能在此间存活。你们注定阴阳相隔于一个世界，所以，我和他只能有一个人留在同一个世界。有缘自会重逢，无缘莫强求。姑娘，后会无期，保重。原来我真的还能回去，但回去就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个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黑衣长剑，相亲画像上第4个人，黑影。有人要你的命，3日为期。小慧姐，这是刺客！别慌，先回宫，得把这事儿告诉陛下。他还在！
有人要我的命。耗子哥说过，黑影这个人，想要他命的人不下10个。有人雇他来杀我，是谁？是后宫里不甘心的妃嫔，还是朝堂上的反对者呢？有刺客！护驾！耗子哥，你是何人？让开！我的目标不是你，动他，先从朕的尸体上踏过去。之前看相亲画像时，不应该夸他帅的，帅的男人都有毒。耗子哥，别说话，不会有事的。太医马上就来。太医，快传太医！不惜一切代价把太医院所有人都给朕叫来！我突然想起来，他是皇帝，他是有生杀大权的皇帝，但我从来没见他这么怕过。你别怕。启禀陛下，此毒名为夜来霜，入血即溶，无从化解。臣等无能。退下。来人，把玄冥道人带来，立刻，马上。陛下，您是要问回去的方法？是，帮朕送他回去。那边的医术能救他，那边的我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传来的时候，那边的身体就已经脑死亡了，我回不去的。好，贫道送他回去。不过此法门耗费巨大，贫道这一身功力怕是保不住了。道长恩情，朕铭记在心。朕向你保证，你的道观，你的徒子徒孙，朕会保他们世代无忧。呵呵，不必，老道只想问您一件事，请讲。您和他都是异世之人，你们的感情是真实的吗？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是不是因为他来自同一个世界才产生的，但我知道，如果他不在身边，这个世界就什么都不剩了。善，一切感情以经历为基础，正是你们的特殊经历产生了感情，只要感情是真的就够了。乖乖睡一觉就会好起来，我保证。对不起，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再见了林小慧，再见了张嘉玲。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里，哪怕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病人醒了，快通知家属。这是哪儿？医院 ICU， 你都昏迷了快1个月了。我怎么在医院？那个剑什么剑？你是被车撞了，下了班过马路的时候。你呀，真是福大命大。一根钢条从车斗里飞出来，差2厘米就刺穿你的心脏了。以后开车小心点。不对，以后你最好还是别开车了。所以，车祸，那真的是车祸，不是剑，不是毒，我回来了，沈子浩送我回来了。婷姐，那个竞标，我电脑里有 PPT， 我做好了，你们找人去讲。竞标已经结束了。那标拿下了。你组里的人加班重新搞了个 PPT， 顺利拿下了。客户那边也安排了小鹏去对接，那小子会喝酒，跟客户聊得来。林小慧，公司并不是没了你就赚不了，你好好养伤，别操心工作的事儿。哦，好吧。穿越一次，在古代当了皇帝的助理，管了半个朝廷的事，以为自己很重要，结果回现代一看，
公司没了我，照样运转的挺好。同事帮我把活都干了，客户也接受了，我反倒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江南水患，赈灾2款3日内必须拨付到位，不得有误。臣等遵旨。这些奏折再也没有他的批注，也不知道他的伤怎么样了。小慧，我好想你，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我以为我可以慢慢习惯他不在身边的日子，但每次抬头看不到他趴在桌上偷懒的样子，我才发现我根本忘不了他。你最爱吃的冰酥糕，我都让人做好了。小慧，我好想你啊，你快回来好不好？回来1个月了，身体上的伤好了，可心里的洞却越来越大。我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想起他。御膳房新研制的5仁馅的，放心，不是黑暗料理，我给他们改良了配方，火腿杏仁馅的。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是作为老板，也不是作为皇帝，就是沈子浩这个人。上次你说这边没有花店，以后御花园里有一块地是你的，想种什么花自己选。我一直以为他不想回现代，是因为贪恋皇帝的权利。原来他不是不想回来，他是回不来了。他在现代的身体早就脑死亡了。他知道自己只能留在那边，所以他才说对不起。那天那个道士的脸，我出车祸那天看到过，牛鼻子老道，就是他。我记得小学班主任王老师说过，沈子浩家在本地。我去找王老师，说不定能打探点消息。张嘉林，这么多年不见，你都长这么大了。对了，你还记得咱们班的沈子浩吗？记得。他怎么了？年纪轻轻就走了，猝死。他家里人说是熬夜加班落下的毛病，在 ICU 昏迷了大半个月，其实早就脑死亡了。家里人舍不得放弃，直到上周才做出决定。那孩子从小就优秀，成绩好，又跳级，后来进了投行。可是天天加班到凌晨，身体怎么吃得消啊？不管怎样，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我总在想，要是有个女孩子能走进他心里就好了，让他多分一点时间给生活。王老师，葬礼是什么时候？就今天。你要是想去，这会儿还来得及。我不敢进去，我不知道见到他的照片我会不会哭出来。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但是没有人会理解的。牛鼻子老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大周朝、天牢、法阵，你送走了我。那个女官，你怎么？不对，你怎么又？你找贫道做什么？道长，我的伤已经好了，那法阵还在不在？你能不能把我送回去？你可想好了，那边的你已经没有了，你回去要承受的代价和上一次不一样。我想好了，我要回去。好，贫道可以帮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笃定，我只是知道，如果我不回去，我会一辈子后悔。怎么回事？地龙翻身了！回太后，不是地龙，是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掉到哪儿了？砸到人了没有？回太后，好像是砸到陛下的寝宫方向了。还不快去护驾！
次穿越福利也太好了吧！这位兄弟，对不起，打扰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掉下来的，意外，纯属意外。不行，我是来找我男朋友沈子浩的，不能见异思亲，不能看。林小慧，嗨，耗子哥，那个我回来了，我不是故意偷看的，我就是路过，不对，我是掉下来的，也不对，是牛鼻子老道把我送回来的。你干嘛啊？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不过我回来可是有条件的，你得给我升职加薪。这样啊，我司正好空缺皇后一职，高薪成聘。那万一哪天你想把我优化了呢？铁饭碗，带编，终身制，概不裁员。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冷静，冷静到可以分析他喜欢的是不是穿越来的我，还是真的我。冷静到一个人偷偷分析了大半个月，然后我突然想通了，感情本来就不是农夫分析出来的东西。就像我跳下去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我只知道他在等我。太后，那个林女官回来了，就是那个把皇帝迷得神魂颠倒的林女官，就是之前突然消失的那个，从天上掉下来了，正砸在陛下寝宫里。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耗子哥，你妈会不会又叫人打我？我这伤才刚好。放心，这次有我在，而且他有求于你。你是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另一个世界，那边有一种叫羽绒服的衣服，鼓鼓的，所以掉下来摔不死。你还走吗？不走了，这里就是我的家。那你们什么时候大婚？母后同意了。哀家不同意也不行，你都被这丫头迷得神魂颠倒了，哀家还能怎样？不过她比后宫那些花里胡哨的女人确实强那么一点点。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太后吗？你不在的这段时间，皇帝整个人瘦了一圈，天天像丢了魂似的。唉，以后你好好照顾他。我会的，太后放心。你要是不放心，可以随时来检查。我们那儿有很好喝的桂花酸奶，我给你也做一碗。哼，算你识趣。凤冠的金凤数量9981只，一柱要用6两金丝，赶紧去催。还有那个婚服，要江南绣娘300人同时开工，工期3个月，一天都不能耽误。等，多少只金凤？81个，戴在头上不会得颈椎经吗？这是皇后的品规规格啊，娘娘。减到9只就行，金子省下来捐给穷苦百姓。不是，钱公公，我问你，这婚礼的预算是多少？白银10万两。10万两！10万两！10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上千万，花在一场婚礼上。你知道用这些钱能修多少条路，盖多少间学校，造多少个洗衣机吗？说得对，那我们就办一个简朴的婚礼，对吧？我叫他省钱。不过皇后的婚礼是国之大典，该有的排场还是要有。我是说，咱们折中，不只图排场，也不只图省钱，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
喜糖，全京城的百姓每家每户发一包。这个好，我同意。再比如，不搞什么封后大典那些又长又闷的仪式，咱们把仪式改编一下，短一点，有意思一点。怎么改编？这是我写的誓词，你帮我看看。我沈子浩，大周皇帝在此郑重承诺：第一，永远尊重林晓同志的个人意愿；第二，绝不以权压人以示欺人；第三，在林晓慧同志想家的时候，负责做蛋糕、烤肉和一切他想吃的家乡菜；第四，绝不纳妾，绝不开后宫，一夫一妻，终生执行。怎么了？是不是写的不好？我可以改。不用改，写的还不错。这张纸我收下了，这是证据。你要是反悔，看我怎么收拾你。好，一言为定。老夫在朝40年，从未见过陛下笑成这样。今日朕迎娶林晓慧为大周皇后，大婚典礼一切从简。今日朕迎娶林晓慧为大周皇后，大婚典礼一切从简。省下来的9万两白银，皇后说分成3份，第一份用于修建免费学堂，让全天下的孩子都有书读；第二份用于资助药铺的义诊，让看不起病的百姓能获得医治；第3份作为鼓励农业的基金，奖励勤劳耕作的农户。此事由6部共同监督执行，每一笔花费都要记在账上，公示天下。皇上万岁！皇后娘娘千岁！皇后娘娘是活菩萨。我是不是把场面搞得太大了？这比明星的发布会还夸张。我是不是把场面搞得太大了？这比明星的发布会还夸张。不大，刚好。林晓慧，我沈子浩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看到墙头那个洗衣妹的时候，停下来跟她聊了聊天。我也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下班的路上出了那场车祸。这话听着咋怎么怪呢？不怪。要是没有那场车祸，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真正的你，不会知道那个高高在上的小学同学也会敷面膜、抢零食、烤羊肉串。从浣衣局宫女到一国皇后，从社畜到国母，这波逆袭也太爽了吧！爽爽爽！